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把鸡蛋倒在滚烫的开水中，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。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这样做出来的鸡蛋比豆腐还要鲜嫩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。如果平常你也喜欢吃鸡蛋，今天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5个鸡蛋放在大碗中，这里我们最好是挑选土鸡蛋，加入1勺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。我们要把鸡蛋表面来清洗一下，因为鸡蛋的表面难免有一些大肠杆菌或者是鸡粑粑。浸泡10分钟左右，我们再把鸡蛋来清洗一下。用手像视频中这样，把每一枚鸡蛋都搓洗一遍。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经过这样清洗之后，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，这些杂质就不会掉在蛋液里面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全部清洗完之后，捞出来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空碗，把准备好的鸡蛋一个一个的打在碗中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首先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都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的葱叶同样也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蛋里面加一些葱花可以增加鸡蛋的葱香味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把葱叶放在准备好的蛋液里面，接下来往蛋液里面加入少量的食盐，食盐可以加速蛋白的凝固，然后加入少量的白醋去腥。我吃饭的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蛋白和蛋黄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这里我们一定要朝太阳下山的方向搅拌，搅拌至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蛋液全部倒在一个小碗中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满满的一碗。接着我们再准备鸡蛋同量的矿泉水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1块5毛钱的瘦肉，我们把瘦肉先切成薄片。瘦肉我们最好是选用前腿肉，因为前腿肉更加的鲜嫩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肉丝。接下来我们再把肉丝切成稍微小一点的肉丁，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用绞肉机来完成，这里我们也不要切太小，稍微有一点颗粒感更好。如果不够碎的话，我们用刀稍微的剁几下，全部剁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把剁好的肉末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个碗汁，空碗中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然后加入少量的食盐，接着我们再加入少量的鸡精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白糖，增和一下口味，加入少量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，是在炒菜的时候不会手忙脚乱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，起锅不用放油，然后把准备好的矿泉水全部倒在锅中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水烧开，然后把准备好的蛋液倒在锅中。这里我们一定要把水烧开再倒入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鸡蛋和水的比例是1比1，我们千万不能少也不能多。那下锅1分钟左右，我们用锅铲把鸡蛋铲动一下，使没有凝固的蛋液快速的定型，这样可以防止鸡蛋粘锅，同时还可以使鸡蛋受液更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敬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这个过程大约要2到3分钟左右。
把所有的鸡蛋都煮至凝固，把稍微大块一点的划成小块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把所有的鸡蛋煮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现在的鸡蛋已经完全的凝固了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不然的话鸡蛋吃起来会很老。其实现在的鸡蛋已经可以开吃了，但是为了口感更好一些，我们还要加工一下。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至2成。我们把做好的肉末放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肉末炒干水分，把肉末炒至微微的变颜色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往锅中加入少量的料酒，去除肉末里面的肉腥味。再次翻炒均匀，把料酒炒至蒸发。肉末炒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大约翻炒个10秒左右就可以了，不然的话吃起来会很柴。把切好的葱白全部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炒出葱香味。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里面，把所有的调味料炒至化开，加入少量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开大火把汤汁收至浓稠。最后把料汁全部淋在鸡蛋上面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水煮鸡蛋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这样做出来的鸡蛋鲜香滑嫩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稍微总结一下，我们的鸡蛋和水的比例一定要是1比1。只要记住这个小技巧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水煮鸡蛋。饭店一盘均匀卖到58一份，如果自己在家做，成本不超过5元，是自己在家做，干净还卫生。好了，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另外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，每天都用最简单的食材分享实用的家常美食供大家参考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。